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365天翻转你的新人生。好，那这是一个属于整体运势的占卜。好，那所以它也是一个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首先呢，我们针对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大概分成3个方向哦。针对1年后的你，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翻转你的新人生的？好，我们大概分成3个大方向。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牌卡。我们首先呢会有宝剑2、圣杯6、节制，还有钱币9、审判，宝剑4、宝剑10、钱币骑士、女皇、宝剑骑士、女祭司、死神、力量、正义、高塔。好，那星座的对应呢，有天秤座、天蝎、射手、处女、双子，还有巨蟹、狮子跟牡羊。好，有大致上这个星座的对应能量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第一个在1年后呢，我们在哪方面呢可以有翻转新人生的好机会？好，首先呢，第一个的机会呢，是你会有很好的，不管是在工作或爱情上面呢，都能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在工作上面呢，你可能会有晋升、升迁，或者是说就是在跟上司，这部分呢都会有不错的表现。那感情上面呢，那也会有比如说跟伴侣的良好沟通，或者有可能你们就是会有新的对象，好，然后会有不错的进展。那针对现在的你们哦，可能你们会有一些抉择，比如说会有一些选择，会有一些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好，那或者是你想要兼顾但无法兼顾到，好，会有这样子两难的情形。那还有再就是你有机会遇到过去你所认识的，或者是你过去的人事物，好，包括你过去认识的人，好，包括你过去所待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件事情，那它有可能在1年后呢又再重返到你的生命中。比如说爱情有可能有复合的情形，或者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过去的就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机会。那包括事业也是，也许你会重返你过去相关的行业，或者是过去曾经就是熟悉的行业，或者是说你会重返过去的工作，就是相同的环境都有可能。那这是你现在会有机会遇到的，然后在1年后呢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会产生。但是呢，现在要讲的就是1年后你会翻转新人生，所以呢，在你很难抉择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有方向，很明确的方向，会让你头脑更清晰，要怎么去判断，都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那包括你的刚刚讲的过去的人事物，你可能会有机会重返，都在1年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1年后的你呢，那相信不管你是在职场上还是在你感情上的路都会很顺遂，
好，包括你可能在物质、精神方面都非常的富足，好，或者是呢，就是可以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不管是你的感情上还是你的职业，好，工作，获益匪浅，就是蛮多的，好，然后也不用担心在钱财，好，不再是钱财，你在钱财上面是可以很自由的。那这边的建议呢，就是针对1年后的翻转新人生呢，会建议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会有更多的醒悟，或有更多的一些启示。好，那也一定希望你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时机。好，然后对于需要宽恕原谅的朋友，好，那也希望你能够宽恕，好，让自己有一些重生顿悟的机会。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翻转365天后你翻转新人生的第一个方向。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呢，第二个方向呢，就是你会追求到一个稳定，好，稳定，然后可能在职务上面也能够长久发展的一个方向。好，那不管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获得到上司的认可，好，然后也可以实现你的一些短期目标，好，1年后的你想要实现的目标。那这个是慢慢的逐渐的，你可以感受到你是在这样的职位上或者是工作上，会感觉越来越有稳定的，好的这样子，然后你会一步一步的往前，好，迈向你的目标。那现在你可能会觉得累了，不想做了，就是想休息了，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包括可能工作上啦、感情上啦，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包括可能遭受到背叛，不管是你的情感上的还是你的事业上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很想结束，就是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很不开心。但是在1年后的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就是翻转这些，你不再会为了事业上工作上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遭遇，你都能够让它化险为夷，然后能够安然的度过。而且你可以找到我讲的，就是不管在工作上或感情上，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好，让你感受到它是可以让你比较有安定感，慢慢的逐渐的越来会越好。那若是有想要结婚生子，怀孕的，那在1年后的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好，所以可以好好的把握。当然还有你在1年后你的可能在创造力啦，这个方面你可能会有源源不绝的一些创造的能力，然后对很多的结果你都会非常的满意。好，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会逐渐的受到欢迎，好，关系也会改善，好，那包括你的财务啊各方面都会开始渐入佳境，稳定的。好，所以若是你现在正在担心，就是好像很担心感情，很担心事业的持久是不是能够有好的发展，这些都在1年后你可以慢慢的感受它是渐入佳境的。好，那不过这边的建议就是说，你可能要不要错过很多不错的一些机会。好，那
当然也不要太感情用事，那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你很果断的去判断，然后大胆的前进，不要迟疑，想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去执行。好，这是第二个我们会翻转新人生在1年后的一个方向。好，我们看第3个方向呢，就是有关有些学生啦，或者是有一些社会人士还要想要在2度进修，或者是学生想要参加一些考试、学习等等都会有不错的成绩。那你现在可能正在努力当中，那1年后你会得到满意的结果。那这边也有一个就是改变的。你在1年后，你可能不管你在你的进修上、学业上，它会让你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好的转变。比如说你考上了，你可能要到国外进修读书，或者是说你在感情上面呢，也会得到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清楚、比较清晰，然后就是很怎么讲，就是这个感情是非常的清晰的，不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清，没有，就是很明确的。然后呢，也有可能你会遇到明年1年刚好毕业，刚好有换工作，甚至也许感情上面你刚好遇到一个瓶颈，可能要分手，或者是会转换一个心情、心境等等，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换能量，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也许会有新的工作，然后新的地方，你可能要去换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或者是你的对象伴侣可能做的一个结束等等，那这些都是在1年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不用担心，这边呢他要告诉你的，这一切在1年后都会迎来更好的转变。所以你要对自己要有自信。那你是很勇敢的，你是可以战胜这一切的。所以在1年后呢，你包括你的一些恐惧、担忧，你都是可以克服的，都会变转好。然后当然你努力所付出的都会得到应有的收获、应有的代价。包括你可能再签一个合约，跟客人谈一个 case， 都会在1年后有很大的收获。还有就是你有在打官司的，在1年后可能会迎来一个很你想要的一个结果。那这一切都是会你付出多少就一定会得到多少。那这边的建议呢是说一切都是需要先破坏再重建，所以你要有一个重建的心理。你虽然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很大的转变，很大的不适应，可是他要给你的就是让你重新开始，然后重新来过，然后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更好的，不管是在感情或者是在你的事业上、个人发展上，都可以就是让它有更好的结果。好，大概是这3个方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第一组的神谕卡这边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充讯息？好，在我们的中间底下有一张已知灵，他要强调的就是协同合作。他要你就是能够可能在1年后呢，能够跟人多一些连结，多一些合作的一些关系。他需要你跟他人合作，然后呢去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去信赖你最重要的伙伴。
它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在未来1年，你有机会就是跟你的团队做一个合作，那你可以感受到他单独一个人的力量跟大家一同协助的力量是很翻倍的，他的力量是更强大的哦，所以他要鼓励你就是多跟一些你的团队合作，或者跟比如说一些厂商啦找你啦，然后多一些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电鳗之灵哦，他说要将你的想法带入生活中。对，那你的想法呢只要有想你就去执行，不要只是想想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就忘了。很多你的现在的这个想法创意啊，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能执行的，是可以执行的。所以你不要害怕改变，然后你去经历这一切新的冒险哦，它会带来很多更有价值的一些顿悟，还有一些体验。所以他这边鼓励就是行动，去行动吧。好，那我们再看到呢还有一张欺骗的一个牌卡了，当然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你的，这是一个警告的，那可能就是你身边呢会有这样子，就是想要不真诚，他对你可能不真诚，可能会使一些小手段等等的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在1年后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沉思的男人好，那这边可以分2个那一个就是有可能他就是那个欺骗你的人，有可能，但是你一定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那对，有可能你身边的这个人他是欺骗你的，那他可能会盗窃你的一些创意啊，你的技术啦，或是在别人就是说你的一些散布一些谣言，那非常的就是不友好，那有这样的一个警讯。那第2个呢，也有可能他是来帮助你的人，所以这沉思男他也有可能是智者，是一个能够善解人意的人的一个男性，所以他也有可能是你新恋情的对象，所以他有2面那但是都是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他是否他是真心诚意来帮你的，还是在底下就是在破坏你的那个人，那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因为他是会有这2种情形，都有可能，因为你旁边有个欺骗嘛。那若是没有欺骗这个牌的话，那单纯这个就是一个来帮助你的人，可是这边因为有一个欺骗的，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对，就是不是这么友善的人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再来就是1年后你的翻转呢，包括还有买卖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说他有希望你就是肯定自己那1年后呢，你是有机会透过你的买卖经验很快就能够派上用场你可能也是一个业务啦，或者是一个商人啦或者是一个老板啊等等你可能在1年后你有机会做一些比如说合约啦签约啦，或者是说你是卖什么汽车卖房子等等你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买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一般人的话，你可能有机会你可能卖房子啦要移居到他地那或者是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机会或者是接到什么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得到有不错的一个业绩这个都是在1年后会发生的好，再来就看到一个决裂了那当然这个
决裂当然是讲到感情方面的那当然有可能这个是伴侣，但也有可能是你的旧的朋友。他这边就要讲的就是说就是在1年后呢，可能你需要对你旧的关系包括有可能是伴侣，有可能是你的一些过去就是一些你的一些朋友那要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可能要做一些断舍离然后迈向一些更新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新的恋情这都是有可能的啦所以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提醒，不管应该是都是在感情或者是你的旧有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做一些断舍离的情形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是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你你是非常有才华的，你非常有内涵的，你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很棒的，包括你的技术啦，或者是没有被人看见的，但是在1年后你会被人发现，哇，你好棒你可能在你的职业道路上面你的专业技能都呈现上一个很厉害的，让人刮目相看的，哇，你怎么懂这么多，你怎么会这么多，哇，你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你会有这样子一个表现越来越好，让旁人都为你赞叹的所以你可以在慢慢的崭露头角，慢慢的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你好，那另外一个讯息也有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在你都一直是用一个就是伪装的就是不是很真正真实的你的面目去面对你的人朋友或者你的职场上的关系等等这不是你真正的，你并没有很真正的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他要告诉你就是1年后你可以真正的做你自己，你不用再伪装，不用再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可以真正展现真正的你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在好，然后再来就是他要你学习克服恐惧那不用担心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在我们1年后你是可以克服这些恐惧、焦虑、担忧你要去学习它，因为恐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真正要的是要解决的方法，如何把这些恐惧、焦虑、担忧的事情让我们不再担忧，不再恐惧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去把事情解决让我们不要一直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个大石头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云我们看到上面的3张最上面的有3张牌那有第一个是云那这边要告诉你的是可能就是在1年后会有一些的延期啦、受影响啦，或者是被阻碍啦，这些的一些状况呢，在比如说你现在执行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它一直都没有来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或者是很明朗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做解决的话，在1年后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是可以得到解决方案的好，那还有再来就是你可能就是遇到一些跟人际关系上面的争执、争吵啦，或者在情侣关系上面的一些不愉快啦等等这个也是在1年后你都会渐入佳境，会做一个改善这个我们这边讲说翻转嘛，所以这些都是会转好的、改好的。好，第3张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淑女性的一个牌好，那当然这个在1年后你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帮助你的人你的贵人，他是对你是友好的，他是可以帮助你的，对，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然后多亲近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对，她看起来是蛮有气质的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工作上面那职业上面它的有讲到，就是在1年后，你慢慢的可以将你破碎的心你可能在职场上面，也许遭受到霸凌啊，或者是被欺负啦，或者是不被认可啦，然后旁人对你的误解等等，他要你你曾经伤心过非常的伤心那你可能你的心都已经破碎了，他要你将这些破碎的心慢慢的组合起来，让你变得是一个更完整的更完整的，不再这么的支离破碎那怎么说呢？就是要让你的内心更平静更平静，然后能够不再有这样受伤的心寻找那个完整的，所以需要你让你自己该放下的，该释放的让你都放下让你的内心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才不会在你的能量上面，或者是在你的身处的一些情境上面才不会被影响好，那在感情上面呢，这边有提议到，就是说在未来的1年呢，你会有惊人的提议，或者是这是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那当然有可能是结婚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有可能怀孕啦，比如说你一直很想要小孩，但是就一直没有如愿但是在明年是有很大的机会了。然后若是在职场上面呢，也有可能是有很大的重要的宣布，也许你升迁晋升或者转换更好的职场这个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提议好，那我们再来看在我们看到一个大老鼠对，就是你近期一定是都会有一些其实你是知道的背后你会跟你一些作对啦，反对你啦，不友好的这种情形那这个都也是一样在1年后你会发现你的人际是改善的，你不再这么被针对了也许你现在都很容易被针对啦有些人就是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或者是讲你一些不好的事情给你的长官听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慢慢的，你不用担心，在1年后它就不会了不会再有了，然后会慢慢的消弭然后当然这一定是因为你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然后让他们重新再认识你。好，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鹳鸟，它是这边是比如说它又有提到一个出生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有一些生子的讯息怀孕的讯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新商机，若是你有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些转变呢，就是你有一些新的商机，比如说有新的合作机会然后新的一些买卖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个新的商机，你会有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你可以去努力看看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这也是在1年后会发生的。好，这边有讲到要注意你的健康，那你现在的健康可能是不是这么的可能会有些什么不舒服啦头痛啦哪里不舒服等等，但是在1年后你也是一样可以改善你的健康你的健康会渐入佳境，但是健康是要给医生看的，不是用心念去等它转好的。当你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去看医生那不要小病不治到变大病了，那可能就很难了。所以现在你就觉得哪里不舒服，其实就要去改善，那明年你是会非常健康的是可以康复的。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近期，然后去就医，不要一直拖延这样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身体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第一组的讯息那你若是喜欢64的解牌呢，那就欢迎你订阅，然后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
好，选择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365天翻转你的新人生。这是一个整体运势的占卜哦，那也是大众占卜，那无法连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哦，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第1组的牌卡。好，来我们看一下，第1组的抽到牌卡有圣杯4、权杖骑士、钱币3、圣杯国王、宝剑7、宝剑国王、宝剑5、愚人、恶魔、宝剑王牌、皇帝、钱币10、圣杯7、死神、圣杯王牌。好，那星座的能量对应呢，有巨蟹、射手、摩羯、天蝎、水瓶，还有天秤、双子，以及牡羊、处女，还有双鱼，这些能量的星座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呢会分3个面向，也就是说在1年后呢，你会在哪些方面呢会翻转你的新的人生，好，这新的机会。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会翻转新的人生的一个面向是，首先呢我们分2个一个是在你的事业上事业上的话，你会首先在1年后你会翻转，就是当上司呢，会得到上司的认可，你的努力呢会得到你的主管或者你的老板的看重，那有机会晋升提拔，这种升迁的机会。那你在技术这方面呢的专业呢也会更进步那若是那还有合作比如说会有一些合作团队的一些机会那当然你也会在学习一些新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因为有可能就是新的所以在刚学，然后但是学得很有成就。那都是在感情上面的呢，你会很认真的对待这份感情，然后你也会遇到跟你一样认真交往的对象，他是很认真、很愿意、很认真的看待这段关系的好，那我们先讲看看你目前的状况啦目前的现状会处在比较很忙碌很辛苦那在工作上呢你是非常的积极的表现但是非常的繁忙然后一路很多的需要就是去解决的问题。那在感情上面呢你也会是非常的积极努力的表现你有很充分的就是很多的热情对待这个感情是很积极面的但是内心呢会有一些不太开心，有一些失落感，可能跟你的付出就是不成正比可能就是你付出了你积极这么努力，可是换来的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以你会有点倦怠，然后有点冷漠甚至怀疑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用担心在1年过后呢，这样的能量都会退去你变得会一样是很积极，但是你是可以获得肯定的，你所付出的是可以得到相同的对待的那还有就是你在感情上面呢，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然后也很包容你的，然后很愿意付出的，然后也很慷慨大方然后也是一个浪漫愿意承诺长期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对象。那在工作上面呢你有可能会遇到很慷慨的很大方的老板或者是很仁慈，然后也是心胸宽大
能体谅员工的这样的一个老板上司，然后在工作职场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友善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的和乐融融的关系是非常的良好的，在这样的一个职场那再来就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面向你会翻转的新人生的一个在感情跟事业上面的一个翻转。那当然这边还有个建议啦当然就是要很但是就是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或者你会想要有点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事情这个都是一定要避免的。那当然也要小心，就是身边可能有一些真真假假你需要你去辨别那甚至是一些秘密可能也是会被发现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不要有侥幸的心理然后当然比较正面的就是你可以突破，那尽量就是能够突破现状不要一直维持的现状不变，然后积极的去突破改变的话，其实才会换来一些更好的更好的一个结果。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面向好，第二个呢会有这种解放自由的这种能量1年后呢，你被束缚住的，或者是你有一种身不由己动弹不得这种感受呢，都会解放，都会消散。对，那换来的1年后呢的你呢，是一个非常的自由自在，而且随心所欲，会让你会感受到这种无拘无束的这种快乐，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工作的项目完成了，终于被你结束了，完成了，或者也有可能你调换了一个新的职务，那这个职务是非常的自由，然后比较不会就是老板一直盯着你看就可能你的工作就会属于那种比较责任制的，把自己工作完成就可以，所以你就会在1年后你会感受到哇这种自由的空气那在感情上面呢，那也有可能就是可能结束了一段关系，可能变成单身那会有这样子，就是有那种很自由很解脱这种束缚的这种机会翻转。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开始比如说在工作职场上面，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你会有换单位换职务换工作，那或者是结束一段感情，所以你迎来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要你斩断过去就是跟过去切割然后去重新的面对问题。那1年后的你呢，会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想法，观点也会有所不同也会有所改变。那对于你可能过去一直着迷的一直执迷，然后一直执着的一些，不管是你的喜好你的嗜好你的习惯，或者是你的你非常的受到无法抵抗诱惑的，都会在1年后会有所改善你就不再这么的让你沉迷着迷，然后无法自拔，不会那你会把它斩断这样子的过去好像一直改不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好，或不好的嗜好，或者是过于沉迷，它不是不好，而是说过度的着迷了对啊，或者是你就是每天就是一定要比如说要有一些比如说玩游戏啦打游戏机啦等等之类的你可能一直沉迷，一直没有办法戒掉的，那在1年后的你都可以把这些比较你
知道要改的而改不掉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其实都可以改掉哈。那包括比较不好的感情，那一样也可以斩断，然后重新开始哈。所以这是第二个面向的翻转人生的面向。好，我们第三个呢，第三个的话呢，你就是你会很认真的考虑这个结婚这个议题。好，若是你有对象的人，好，你会很认真的已经考虑说是否该结婚了。然后，因为你会在一段感情里面，可能就是蛮稳定的，好，那因为这个能量是大众的哦，所以现在所以它的能量有少部分的人，他可能会有这样，就是感情是稳定的，然后他可能会有考虑结婚，好，然后他会想要长期的交往，好，然后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哈。那当然，现在应该是就是算是一个领导型的人物。那也具有一些财富地位，你本人你本身，然后再来就是你目前呢，可能也是待在一些大企业，或者是政府机关工作，那或者是你也会有一些就是跟伴侣一起生活住在一起，这种就是也有那种成家，有成家的这种迹象，对，也有家庭啊带来的一些满足，那这些的现象都是很不错的。那在1年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是变成说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机会变多了，那你有很可以选择的机会，过去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选择，所以你还是留在原来的，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那在1年后，不管在感情或者是工作上面，你的选择就多了很多，那但是就是要担心，就是比较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过于理想化，然后不切实际，也不要迷失了自己，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然后而不要太过贪心，什么都想要，但是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在1年后你可能会选择会变很多的机会哦，都会到你的眼前，那你就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好，再来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结束跟新的开始，过去的结束了，然后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也许跟过去的恋人分手，或者是有换职场、换工作、换团队、换你的居住地，或者甚至你的领域整个是换的，是改变的，跟你从前过去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等于是一个新的领域，有这样一个大换血的这种能量哦。但是你放心，你接下来这1年后呢，你会找到你真心喜爱的，你有兴趣的，你有感觉的，那感情也是一样，你会有一个新的恋情，那有新的机会，然后这个是你喜欢的，对象是你喜爱的那种条件。然后如果工作来讲的话呢，是你喜欢的，你比较有兴趣的职场，你比较想要去挑战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就是我们这个三大的面向，在1年之后呢，会翻转你的人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神谕卡呢会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关于在工作或职场上面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了海龟之灵它讲的就是要沉稳坚定的胜出在左上角这张卡。那
其实海龟我们都知道哦，乌龟嘛，那它总是都是慢慢的但是它的步伐是非常稳定的，很坚定的一步一步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完成它。那现在他要告诉你的就是，最佳的行动就是慢下来，先慢下来，不要急，然后让你自己保持一个清醒，让你随时都可以觉察，然后校准那个方向，然后一定要有耐心，然后不要过于冲动，然后你会感觉到好像没做什么，可是但每件事情就慢慢就完成了你就慢慢一步一步来，照着你的计划你的目标去走，不要急，那一定可以慢慢的就可以完成你既定的目标在1年后。好，那再来呢是蛙之灵好，那蛙之灵呢我们都知道蛙之灵它是清除杂乱那包括你的空间，你的环境，还有包括人际关系，他要就是告诉你，就是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清洁整理你的房子，把不要的不需要的或者常年不用的东西都做一个大扫除，也就是断舍离然后不必要的包袱那些都把它清空，让你整个环境是干净的，没有多余的杂物。那这样子的话，不管在环境跟你的思绪，你待的这样的，包括人际关系也是那有不需要的一些人际关系啦，应酬啦，没有必要的这些不需要太杂乱的一些人际关系，你都可以做一些断舍离。然后呢，所有感到一些比较焦虑的，或者是会给你带来负荷的这些堆积物呢，都把它丢掉。对，不要再受限那些旧有的事物被羁绊住然后在你心情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把清除干净，其实你就会有很清晰的思考空间。好，再来呢就是看到的是第二脉轮大天使雅利尔他这个有提到的就是亲密感在感情上面呢，你会感受到更直接的接触，甚至你们的关系更 close， 就是更密切了然后在工作上呢，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创意，很多的新的 idea， 那可以激发你的一些很多新的计划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你有无止境的创意这个是可以好好的运用的，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那在1年后，它会慢慢的呈现你的创作作品。好，再来就是一个全面束缚的牌卡。好，那全面束缚其实你就是你现在感受到的就是你无法行动已经限制了你的个人自由，然后有动弹不得的这种情形发生没有办法前进。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签约合约你一直在等，但是一直下不来，一直没有一个结果那一直说好我签，可是一直都没有完成这个那不用担心在1年后这个没有完成的，它都即将一都会完成会达成你要的目标。那再一个是光的捍卫者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协助一些能量比较弱的，或者是处境比较困难一些的，或者是比较有绝望比较身处绝望啦难过啦心情不佳的这些灵魂这些人，他希望你能够用你光的捍卫，你是一个拯救者，去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你是有这样子的天赋的，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你可以帮助很多弱小受困的人。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施予了这么多，帮助这么多，当然一定会回向更好的美好的东西给你所以那希望你
能够把这个拯救者做得非常的完善，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那再来就是这边有一个感情的讯息，就是年龄的差异哦。那有可能现在有对象的你们，那可能你们在年龄上面应该是差个4-5岁以上的，4到5岁以上的，但是这个年龄是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的那你们只会渐入佳境，感情越来越好。所以在1年后呢，你们的感情会更升温。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件事不会有任何变化，那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它不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那但是它主要是要告诉你不要担心。因为什么呢？不管是新的案子新的恋情，它要告诉你的就是你需要改变做法，调整你的期望，然后你才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不然现在是什么样的样子，那你1年后仍然是这个样子，它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除非你就是要改变你原有的做法，去调整。也许你的期望太高，或者是你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你就一直抱着没有去做一些改变的话，那你到后来还是会呈现一样的结果，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要改变就是一定要调整你的做法，然后转个弯呢，你就会发现有更好的事物在等你了。所以不要一成不变。他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做法。好，另外一个就是沟通是关键。那新月是在双子座那这个沟通就很重要啦，它是改善良好关系，不管是你在职场上面还是伴侣关系上面都是一样，这个沟通是关键。所以在1年后，我们从现在到1年后，这里面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你若是能够把事情讲清楚，一定要沟通的让双方都能够理解，而且呢想的都是一样的，而不是鸡同鸭讲，不是在重点。那这边这件事情呢，也显现的是说你最近比较浮躁，比较不善于沟通，然后很少用沟通，所以以至于受到很多的误解。所以沟通是关键，你一定要把事情讲开讲出来，然后不一定都一定是说用口头上的，也许你可以用电子邮件啦、手机简讯啦、像我们的 LINE 啦这种来去沟通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重点就是一定要把事情讲开来，而不要都闷在心里，然后用猜来猜去的。好，那再来这边还出现了一个狗。那狗是代表就是你有友善，对你有帮助的朋友，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在帮助你。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或听一下你的朋友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他给你的建议一定是真诚建议的，对，可以实质的帮助你的，所以你要听进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鸟猫头鹰。那它代表的也是一样是沟通，它讲的就是沟通这件事情那一定要透过去把话说清楚讲出来。当然你也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当然也是要担心，就是可能有一些八卦不实的谣言等等因为那个鸟嘛，就叽叽喳喳，就是代表着它的话很多那话里面当然真真假假都有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判断什么话是真的，什么话是不用去当真那但是就是一定要透过沟通记得你的沟通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还有就是一个迷宫就是说你绕来绕去就是走不出来你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路径然后可以出去，所以你很茫然很慌乱一直在寻寻觅觅。那这时候呢可以给你个建议了就是说你可以寻求一些长者比较有经验的人透过他们过去的经验然后比较就是良好的建议给你一些方法
让你能够不要少走这些弯路，好，然后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叫做皮影舞哦，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移动影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节奏。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若是不动的话，你是看不出这个要表现什么，动了你才会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他现在在干什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透过运动、流动性、开放性，而不是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你是没有，就像刚刚讲的，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好，你一定要行动，而且不要怕改变，有动才会有好的结果，新的结果，至少有动才会有进度嘛。所以他要的就是你不要思想上也不动，然后那个观念上各方面就是行动上更没有行动，都不对哈。应该要的就是你想到就去做，你想到就去做，不懂就去问，就是这样子哦。要有一个行动，而不是就不理他摆着反正就视而不见或假装没看到这样子那是不对的。好，另外一个就是放松，他要你就是可以找时间让自己心情能够平静下来，放松，然后找到你们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都是找到在一起的这种简单的快乐，这种乐趣。有时候就是放松心情，找个朋友好好聊一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那种很远的地方，或去很怎么讲很大的餐厅，不需要，你就找个时间电话聊天也都可以，就是放松的心情不要在很紧绷的环境里面，很有压力的环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让你最放松的心情，你才所说出来的话才是最真诚的，最真的自己。好，然后再来就是还看到了一个兔子。那兔子它讲的就是你最近过度关注于在性的这方面，然后这是少部分了那可能就是对他要的就是说适可而止了那这部分的人就是不要一直在性的议题上里面打转满脑子就是想性方面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是苍蝇，它就是讲到你健康欠佳近期那没有关系，你只要积极治疗，1年后你都会改善的，一定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翻转你的新人生，既然他提到你的健康，表示你只要积极的去努力去治疗，去注重你的养生，你就可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他已经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好，那再来就是一个扫帚他要的就是他讲的就是新家跟新的态度。那这边就是意思，也就是对你把它不要的东西清空，你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态度，还有呈现一个新的环境让你整个是新的欣欣向荣的这种气象，你会怎么样？整个心情都会变好那相信你在1年后你翻转你的新人生一定会是最棒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第2组的所有讯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呢，就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还有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好，选择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365天翻转你的新人生这是一个整体运势的占卜也是大众占卜所以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那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的牌卡它有哪一些我们看到了有圣杯5、宝剑6，还有圣杯国王、钱币10、权杖7，还有权杖10跟皇帝，还有钱币国王，还有权杖9、月亮、宝剑10、钱币皇后，还有宝剑5、愚人，还有钱币2那
星座的能量呢，有天蝎、水瓶、处女、狮子、射手、牡羊、金牛、双鱼、双子，还有摩羯。好，这个是我们的能量参考哦。那这牌面上面的数字呢，有2个5跟2个10哦。那5呢代表了变动哦，那10呢代表的是完结。那所以在你的牌卡里面的能量呢，具变动的能量，还有结束完结的能量。对，好，这是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数字哦。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哦，我们今天的365天翻转你的新人生呢，大概可以分3个面向。好，哪3个面向呢？是你在1年后，然后翻转这个你的不管是在感情事业上有一个新的机会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第一个呢，你会翻转新人生的呢，就是在事业上呢，你会有获得大家的认同，然后还有大众的喜爱，然后会让很多人对你赞誉有加，或者也有机会呢遇到比较宽容的，比较体贴的主管、上司或者是老板。好，这是在工作上面的。那在感情上面的呢，你有机会遇到的是比较温柔的、浪漫的，然后有包容力的，好，这样的一个好男人然后他对你是非常的爱护你也可以找到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好，这是第一个翻转的新的能量那首先呢，就是现在的你呢，可能在工作上、感情上都有一股想要离开现况的这样子一个能量那很想放弃，很想离开甚至想到远方。好，那你一直知道前方有更好的在等着你因为目前你会一直有感到就是失落，然后蛮沮丧的然后感慨很深，然后你一直沉浸在那种失落当中所以你会很想离开离开你现有的职场、现有的工作环境，或者现有的这样子的伴侣关系当中但是不用担心在1年后翻转你的新人生，你会改变现况的。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会有遇到不错的上司或者不错的对象，那当然再来就是对方也会对你爱护有加。好，然后他也是一个是有打算要有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你们要组织家庭也是有可能的。那在工作事业上面呢，你也会带来不错的物质还有精神上面都是很满足的。那甚至你是有机会继承家业，或者是继承一些遗产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讯息机会在里面所以结婚的讯息也是有的那当然这边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利用你自己的优势，对，你是很了解自己的，你是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利用你的优势，然后去取得你所想要的，包括工作、感情。好，这是第一个要翻转你新人生的第一个方向。好，那我们的第2个方向呢，好，翻转你的新人生在于你会遇到就是不管是在你的地位成就上面，还有你的报酬上面都会有所增长。
好，在这方面都会有不错的绩效。然后是一个蛮稳定发展的，不，事业上面是一个很稳定发展的，然后你也是会有取得到你要的一定的地位、财富，你想要的。那感情上面呢，人一样是可以遇到条件很不错的，然后会有长久持续的这样的关系的。好，这是第2个方向哦。那你目前所处的，其实你有可能是一个领导人，然后是有权力的哦。对，那你是一个蛮自我要求的人，然后对自己也是会有一些高标准在，那也有很重的责任感，然后也会让人家有很安全的感觉。那所以呢，在目前的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只是你会感受到非常的劳累，对，蛮疲累的，因为你的工作是很大量的工作，所以会导致一些疲惫不堪，因为责任重，然后会比较会很希望就是让你身心非常感觉到疲累，压力很大，这样的心情还蛮郁闷的哦。因为你是一个蛮上进的一个人。在感情上面呢，你也是一样付出了蛮多，或者是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跟对方的肢体呀，的接触非常的亲密，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再来就是但是这一切其实对你来讲，你都是还是一样，是不管是在感情或工作上面，都是感觉非常疲惫的哦。但是在1年后呢，虽然责任仍然是很重，那压力仍然是很大，但是呢，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不管是在感情或者是工作上，你都是做好了万全准备，你是有准备而来的，而且你非常的谨慎，然后即使遇到困难仍然是会有，麻烦仍然是会有，可是呢，你仍然是已经备战了，所以你都准备好了，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充足的准备，万全的准备，所以你可以是迎刃而解的哦。那感情上面呢，是对方也会非常非常的重视你，对，非常的重视你哦，把你的都摆在第一位去为你着想哦。那这边要建议的就是说，可能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安，有点困惑，会感觉到有些困惑，甚至晚上会容易睡不好觉，这样子等等哦。那这边要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钻牛角尖，也不要再做一些情绪的内耗，有时候是自己想太多了。那还有一些课题，可能是原生家庭的课题，也需要去面对去解决。那这边建议就是不要贸然做任何没有想清楚的决定，那人与人之间当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不要表露太多你内心的想法，有时候甚至看到不对的情形，也这边有建议的话就是不要什么都看到它非常细节的地方，对，有时候太钻牛角尖，其实让自己其实也是困扰自己的问题哦。好，这是我们第2个的方向哦。第2个方向就是我们会翻转，在1年后翻转你的新人生，的一个面向。好，第3个我们会翻转的点呢，是对你会遇到1年后的你会遇到一些纷争，
会遇到一些混乱。好，当我们说翻转新人生，一定不是全面一定都是翻转到好，当然你也会遇到有这样的情形比较复杂一点那混乱的一些局面包括比较具有冲突，然后有一些就是就是竞争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形那当然这边要告诉你，就是你1年后呢，一样你要运用你的策略，你一样可以翻转一样可以把事情，就是这种纷乱的局面呢，化整为零就会把它处理得很好。那这边呢，看来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不用担心那现在的你你会有感受到心累、心烦、头痛会思绪蛮乱的会很疲累，尤其在你的思绪上面情绪上面。那这边要提醒的就是说，可能你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呢，但是你的经济财富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可能在工作上面，在情感上面是有一些需要你去劳烦的心烦的，可能要去处理的这些种种那不用担心运用你的智慧。那这边有一个就是好运在，就是说在1年后呢，这些心烦的琐碎的事情，遇到这些纷争复杂混乱的局面呢，在1年后呢，你都可以解放开来了可以看到你1年后呢，你也许就是身份就是比较自由了那你可能会也是有从事自由业的或转换行业的，那你可能可以去旅行，去海外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去冒险，然后会感受到你本来很束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呢，变打开来了变成说你可以很自在在1年后你是非常的自在的，你想要旅行，想要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很多都是新的开始让你产生有很多的新奇的这种机会会来临。那在感情上面也是那有机会是在旅行当中可以遇到你的伴侣，新的对象新的邂逅，然后有这样子可以然后2个人相处呢是很没有压力的轻松自在的甚至大家彼此都有共同的嗜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1年后呢，你是会很开心的最主要就是你就不再这么的心累这样子的心烦。然后呢再来这边当然就是也有机会呢可以从事一些副业然后这边要给你的建议啦就是说当然有可能会有兼职但是他这边要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在工作上面你要多一点服务的精神，然后呢放轻松的去享受不要太拘泥或拘谨，或者是要求太高这些你可能都要把一些你的旧有的观念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很审慎的去做选择，对，然后呢不要三心二意，不管是在感情或工作上面在1年后的你就是呢不要有就是三心二意一下要这样一下那样子你可能选定很清楚自己要的，然后审慎的去做选择，然后不要反反复复选定了就努力去往目标去走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365天翻转你新人生的3个大方向，你会翻转的这几个你会在1年后会遇到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3组的神谕卡呢，它会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我们这边看到首先呢它有一个猫头鹰之灵好，它说的就是你现在
好，现在的你可以很清晰的看见什么呢？看见你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好，因为你现在的不管你思绪和你的头脑都非常的清晰，你可以很清楚的去判断好事情的样貌原貌是什么。然后此时的你直觉感受呢也是非常的灵敏的，你的敏锐度是非常的高的。好，所以呢当所有的这种感知啦直觉啦被唤醒的时候呢，你就会有用之不尽的一些知识力，然后让你去做正确的判断。好，所以你可以善用你的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直觉灵性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好，再来有一个是天鹅之灵，天鹅之灵讲的就是深浅的时刻他说你在与人之间呢会有一些爱的连结宽恕的议题，还有相互理解上面的都有许多更深刻的潜力要待开发的需要你去开发它。那你也会做出最好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天鹅之灵的牌卡上面，它有一个深浅的时刻，表示说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沉静下来然后做一些沉潜，然后去思虑去用你的直觉你的思考，然后去看出一些事情的样貌。好，再来呢有一个焦虑啦对，因为这焦虑其实一直在也验证说刚刚我们在塔罗牌上面有看到的你会有一些比较心烦啦心累的这样子的一些烦恼当然有很多在很多样的，也许在感情上，有些在工作上事业上那但是不用担心这样的你的这些担忧啦痛苦啦还是比较容易钻牛角尖这样子这边可以建议你去放松自己，不要太通常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或者是有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就会特别容易焦虑所以你可能在这方面可以放下，人非圣贤嘛，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尽了力了，就不要太去在意这个结果那最重要是我们下一次要做得更好比较重要所以知道问题，那就是待下一次的来临的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所以这个焦虑的事情请你轻松的放下放松放下自己就是等于说给自己一个解脱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么样子紧绷。好，这是焦虑的。好，那再来就是他当然你看有焦虑，他就会希望你去怎么样休息回春，甚至我们可以静坐冥想都可以这都是对你是有帮助的那多一点空闲的时间让自己放空再去感受到你自己的活力跟年轻了解吗？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人生其实有很多是要我们去发掘去享受的，但是你一直在那样的一个能量低频的能量当中，其实你都没有去注意到你身边的美好其实有时候停下脚步你会看到的更多好的包括你的运势啦，包括你身边的好事你都可以发掘。好，我们再看到一个工作上面的建议，就是它有一个歧路他这边讲是说再过不久我想就是1年后，因为我们设定的题目就是365天后1年后，那在某项适合你的计划或者人是会出现的所以呢新的工作新的机会即将来所以他建议你就是原先的路就不会有希望的你若是在走原来的路，其实还是走回过去所以他希望要你不妨换一条路来走看，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好，那再来另外一张就是感情上瘾他是希望摆脱感情对你的一些禁锢束缚
那感情上也就是你太依赖对方把感情看得太重，在你的人生的这么多面向里面呢，你把感情放得太重了所以他希望你在不要对感情太依赖还是要做回你自己你爱你自己懂吗所以在感情上面他是会给你建议不要被感情给绑住了那无法做你真正你自己你的自己真正你自己所以失去太多自我其实是不会快乐的然后另外这边有一个能量正在增强，它是渐隐约你慢慢的感觉到，尤其在1年后你会真正的感受到你不再一样了你已经不一样了你不管是走在的道路上能量上各方面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你会有很多的改变，而且是往好的方面去走的另外一个是财运兴旺在1年后的你呢，不管是在投资理财啦、升迁加级啦，或者是业绩奖金啦等等，都会有不错的进账恭喜你正财偏财都有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男人这个绅士的牌这有可能是你的恋爱对象或者是他是一个重要的人重要的人，所以这个在你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那这边就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然后再来就是太阳这个是太阳牌这边要讲的先从工作上面讲好了在1年后的你呢，哇，这个太阳牌就知道了，一定是代表就是成功嘛一帆风顺嘛，那你的努力呢是备受肯定的然后你的运气也会很好会有晋升然后升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在那爱情来讲的话都会有恋爱的机会，而且会被人喜欢，告白也会成功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太阳牌恭喜你在1年后好，再来就是这个是面具它是说这是一个伪装，然后呢隐藏真实的自己对，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对，你对于你自己呢，我觉得要真实的呈现自己，你才会真正的快乐你永远活在伪装隐藏真实自己之下呢，你是永远得不到快乐的当你脱下了面具，你才能够真正感受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呢，但是你放心，在1年后呢，你即将会把这个面具给拿下，然后你会真正的展现你自己，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是这么的棒的这么的优秀的这么的值得被人爱的。好，再来这边有一个灵魂之镜他这边讲的就是其他的人他反映了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他要的就是你要敞开心扉然后去疗愈你自己好好的，因为这你不管是在感情或工作上面你的身心疲累，也许过去曾经受过伤那即使没有受到别人的怎么样恶意重伤，那你在你的身心可能在也是非常的疲累他要你就是敞开心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然后用你的直觉，用放松自己，然后多做一些疗愈让你的心情各方面健康等等都能够怎么样慢慢的恢复起来好，这边还有一个冒险因为我们刚刚有这样子一个变动的能量蛮大的还有一个结束的能量所以表示有结束了就会有新的开始那所以你即将会是一个冒险的旅程那他要是一起去寻求冒险那你的旅程这个旅程它是会令你非常的激动或者是兴奋的你是非常这个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你的旅程是很值得探索的
对，恭喜你哦。好，那再来我们再看独角兽，这边有一个独角兽哦，那用你的直觉做出有益的改善哦，它叫你发挥你的灵性直觉感知能力。好，此时的你这方面是非常的灵敏的，好，你会用这样正确的判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式。好，再来一个水桶，它是告诉你你即将要摆脱困境的，这是摆脱困境的时候了哈。那当然这个卡出现其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上面的问题，所以可能在感情上面或者是在职场上面呢，可能会有牵涉到一些法律上的结婚离婚，或者是说一些合约的纠纷等等那他要告诉你会摆脱这个法律的问题可能已经延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或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是即将脱困了的一个暗示哦。好，再来就是羽毛。好，那这个羽毛呢，其实要让你也是一个警讯啊。他这边讲的就是你认识的某个人他不可靠与不真诚哦，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在现在一直到1年后，你都会有机会有遇到这样子的，身边有这种比较不真诚的。那他这边也特别的提示你，小心你信任的人，你越信任他，可能会错看了一些你误以为的误以为的这种就是真相，你以为这样是对的，但实际它的内幕并不是如此哦，所以他可能要你看清你身边比较常接触的人，或者是你非常信任的人，不是说你要用怀疑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而是说你可以多留意一些有些话呢，不要马上就去相信，而是要去透过你的认知去判断它的可能性然后多去就是询问一些比较不能再讲信任因为他这边已经告诉你就是有信任的，就是说你父母一定不是最不会害人的嘛，害你的人嘛所以你可以征求你的父母啦身边比较亲戚或者兄弟姐妹等等他们的意见也可以多去征询，去避免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了好，那这就是呢第3组的所有讯息那若是你喜欢64的解牌呢，就欢迎呢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然后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